我是宇哥。之前呢，我们讲过一期日本漫画家预言梦的节目，梦中呢有很多的内容都被事件所验证和证实的。而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位巴西梦境预言家，居然准确地预言了刚发生不久的土耳其大地震和尼泊尔太阳航空公司的空难。此外呢，他还提及了有关于日本呢未来有可能发生8.0到9.0级的地震，以及呢其他未来的外星文明大事件。而他对于2024年之后还发出了10大预言。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巴西梦境预言家未来10大预言。他被媒体评为史上最强的预言家，巴西预言家朱斯里诺。7月呢，他接受 Emin 的邀请呢，专门来香港为亚洲多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最新预言，包括天灾的时间和经济的走势等提示。巴西预言家朱斯里诺呢，是一位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者，曾2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同时呢，也是位作家、慈善家。他自幼呢，便能够通过梦境来预见未来，并通过信件呢，向世界各地的政府机构以及个人呢，发送预警信息。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预言成真特别是那些涉及灾难的预言嘛。他指出，他所有的预言呢，是不带政治倾向和宗教色彩的，他只是把梦里看到的东西写出来而已。那故事呢，还是要从2006年说起当时的日本媒体开始关注这位来自于巴西的预言家朱斯里诺的时候呢，经过了近1年的资料搜集日本媒体在2007年至2008年间呢，就邀请这个朱斯里诺呢赴日本接受访问，甚至呢进行了电视直播。那在这些访问之中呢，日本人将朱斯里诺誉为史上最强预言家。那朱斯里诺呢是1960年出生的巴西的人，在9岁的时候呢，接收到了他第一个预知梦。那是在1969年的一个晚上，他就梦见一个4人的家庭呢，在高速路上遭遇了严重的车祸，全部遇难。起初呢，他的父母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噩梦直到后来呢，在报纸上看到了与梦境完全吻合的报道呢，他们才意识到朱斯里诺呢拥有超乎常人的能力。那朱斯里诺的预知梦与我们的普通梦境是截然不同的，他每晚呢只需要睡1个小时就能够进入深层次的睡眠状态。那在那个状态下呢，他就能够感觉到自己被带到了另外一个空间，能够清晰地看到未来的事件与起因、过程甚至结果。尽管他在梦境中看到的是一个3维的空间，但他无法触摸到任何东西。每当他梦见灾难发生的时候，虽然很想伸出援手，但却无法改变梦中的事情。每当预知梦结束呢，朱斯里诺就会起床，立刻用纸和笔呢记录下梦境中的信息。从此以后呢，世界性的灾难事件呢，在他的预言梦中就逐渐的增加了。也是由于这个契机呢，在朱斯里诺长大以后呢，他就成为了一名预言家。他除了母语和英语呢，还通晓多种语言，甚至能够读写流利。而他学习语言的方式呢，竟然是通过睡觉，也就是他睡着睡着在梦境中就学会了其他语言了。而朱斯里诺除了照顾一家6口的生活之外呢，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写和发出预言信。每天完成信件之后呢，他就会在这个信件上签名，并复制3份。为了证明信件是在未来的事件发生前所写的呢，他会将信件的副本送往公证处进行登记，然后公证局的职员会核对文件的内容并贴上镭射标记，盖上印件，并由负责的职员签名作实。那朱斯里诺会将已经登记的信件送往登记处保管。到2007年为止呢，他已经储存了超过1万封信件。最后呢，他会通过巴西邮政以挂号信的形式将信件寄给相关的人士，以确保信件能够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这就是朱斯里诺过去40多年的日常工作了。他用自己的预知梦和预言信希望能够帮助人们躲过灾难。日本人就称朱斯里诺为史上最强的预言家，这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日本国立科技技术学院的教授曾经邀请朱斯里诺进行了一个与电脑波有关的科学实验。摄影团队在2007年的12月10日陪同朱斯里诺一同前往了研究所。那研究员就为他的头上贴上了电极线，目的是通过电脑记录这个朱斯里诺在睡梦的期间的脑电波变化的一个情况。朱斯里诺就表示他十分乐意参加这个测试。实验是在凌晨的12点50分正式开始。实验开始后的20分钟朱斯里诺在处于深层的睡眠状态，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脑电波的活动情况是稳定的。但是当时间到了1点半的时候他就开始进入梦境的浅层了。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即将发生，我们就看见脑电波发生了异动。实验来到了2点20分的时候朱斯里诺从睡梦中醒过来，拿起笔和纸就把刚才梦境中看到的事情给写下来了。
他一共写了6个梦境的信息。那么这个实验就说明什么呢？在分析这个意象之前呢，我们先看一般人的睡眠状况是怎么样的。正常人的睡眠结构呢，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是90分钟，当中就包含了浅层睡眠、深层睡眠，以及由深眠反弹回浅眠之后，接着出现快速的动眼睡眠。因为人一般会在这个浅眠层造梦嘛，图中就显示一般人由深至浅需要的时间是20分钟，也就是说一般人的造梦的时间是20分钟。但是朱瑟里诺得出的图形与前一位测试者是不同的嘛，因为朱瑟里诺的造梦时间长达50分钟，比一般人长很多。除此之外呢，从朱瑟里诺的脑电波可以窥探出什么秘密呢？朱瑟里诺在睡眠的时候，阿尔法波和贝塔波的异常活跃的程度也就是说他在造梦的时候呢是处于清醒状态的。我们把2个图表做一个比较，就是左边呢是朱瑟里诺的一个脑电波，右边呢是一般人的脑电波。我们清晰的就可以看到2人在睡梦的时候脑电波的活跃程度是大大不同的。朱瑟里诺就说过在他感受这个预知梦的时候呢，就是置身于一个3维空间，就是现在和大家所见的这个环境是不一样的一个空间，是他触摸不到的一个空间嘛。所以这个实验也就解释了为何朱瑟里诺的梦境后可以清晰地阐述梦境的事情，而我们一般人做完梦呢，就会有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不清楚，很多有时候记不起梦里梦了什么。即使是这样呢，教授也没有因为造梦而感到疲惫。所以这个科学实验就十分的精彩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嘛，没有人做过这种实验于是大家都好奇嘛，他在这个梦里到底是看到了什么预言呢？当时他就写了是2011年的3月11日地震的预言，也就是说朱瑟里诺在2007年就已经预言了311地震的发生了。他说在2001年的日本的本州地区发生9.0级的地震，并伴随着高达6米的巨型海啸，会造成3万多人死亡。他说他给当地的大学和日本的有关部门寄了很多信，试图拯救人们的生命。以及2002年呢，将是亚洲一次大经济的崩溃，以经济危机而无法发放保险基金和养老金计划嘛。但是在2019年呢，将会有新冠病毒，它将传播到世界各地，一些国家呢将被摧毁并造成经济危机。他说这个原因呢，是因为一个医生参观一个异国动物展，在那个展览内进食，并在那里开始传播的，这将导致全世界30多万人丧生。以上呢是朱瑟里诺早期的一些准确预言嘛。下面呢，我们就进入朱瑟里诺2024年之后的10大预言。第一个，他说在2025年呢，气候学家将不得不在美国和亚洲的部分为洪水、飓风、台风和龙卷风等许多灾难做好准备。因为在2025年的6月呢，富士山可能会监测到地震的报道。由于地震频发呢，日本在未来的几年内会面临更多的地震风险。8到9级地震呢，将于2025年的3月26日发生。而地震的位置呢，南海谷或者是日本高知市附近。在2027年5月呢，可能会有5到6级左右的地震呢。虽然地震较弱，但仍然会引起一些问题。地震主要发生在海洋中。第二个预言是2025年呢，他说癌症愈合的研究方法会成功，但是其他新的疾病也将会出现。一个叫马尔堡的病毒将会在2025年成为西班牙、马德里和塞尔维亚的流行病了，并可能在2026年呢造成爆发大流行。第三个预言是，他说2026年呢 H5N1 禽流感和 H1N1 呢正式开始袭击人类，到2028年呢将会有约700万人死于这种病毒。第四个预言，他说2024年到2039年呢，季节性的干旱会出现，火场的面积将会扩大，世界荒漠化开始。在2031年到2039年之间呢，亚马逊丛林将会部分的消失。会发生6次呢，天空变成一片乌云密布的这种天气呢，被称为浓雾。第5个预言，他说2030年呢的中旬世界平均气温可能会达到59摄氏度，有许多人会死于高温，从而呢世界开始混乱，只会越来越糟糕。那在2031年的3月呢，亚洲东部附近会发生8级的强烈地震，可能会造成10万人伤亡。由于人类的行为对地球的不利影响呢，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还有不可抗力的地质活动的频繁呢，除了亚洲，全球各地呢都会面临地质变化带来的影响。那第6个预言，他就说在2032年到2039年呢，印度尼西亚必须改变首都雅加达的位置，因为这个地方每天都在下沉，直到2039年呢会有严重的地质下沉，并导致雅加达的消失。在2032年的7月呢，9.0级的地震将激发富士山爆发，可能会导致20万人死亡。同时呢，福岛核污染会进一步的影响其他的国家。
而日元的走势呢，在2026年到2028年期间呢，面临挑战，日元会持续的走弱，日本经济呢，在未来几年会下行。但是日本有技术实力在5到6年内恢复经济并重新起来。第7条预言呢是2036年会出现一种叫做赫鲁斯的致命毒物，导致免疫力丧失。当感染这种病毒的时候呢，4个小时之内就会失去意识。全世界呢约有7300万人呢，在2036年到2038年之间出现感染。第8个预言是2036年呢，小行星会慢慢的接近，并有与地球相撞的可能性。那在6月份呢，旧金山将会发生一场大地震，被称为大裂缝的圣安德烈亚斯断层呢可能会被破坏，而加利福尼亚州呢可能会被摧毁，许多的火山呢将会再次的开放，海啸的高度呢有可能会超过15米。第9个预言呢是在2038年可能会有巨浪发生，它是由于火山爆发而引起的地震，海啸的高度呢达80米，将横扫加勒比海、美国大陆、巴西以及其他国家，海水会深深的撞入大陆，可能达15到20公里。在2038年呢，将有首次公开的外星接触，新闻呢将会广泛的报道。在2060年呢，会有更多的接触和交流，会有飞船降落的报道。他说呢，外星人被认为是友好的，人类可以从他们的技术中呢获益。第10个预言呢，他说到2043年呢，如果地球的环境持续恶化的话呢，世界上的人口可能会大幅减少。如果不采取措施阻止气候变化呢，传染病、干旱、洪水、飓风呢将会导致80%的人口呢在这场灾难之中丧生。以上呢就是朱斯里诺呢对于2024年之后的10大预言。更多内容呢可以去朱斯里诺 Amen 抖音账号观看。仔细看看朱斯里诺的预测呢，全球变暖日益加剧，到2030年呢，世界平均气温可能会达到59摄氏度，随之还会发生严重的水资源短缺气温呢也会越升越高。到2035年呢，地球的平均气温达59摄氏度呢，很多人会死于高温，人类的恐惧感会持续的增加的非常快。如果真的那样发生的话呢，会导致干旱和粮食的短缺，造成国家之间紧张的关系。朱斯里诺还预言呢，2031年可能会出现水资源短缺，引发新一轮的战争的爆发。关于这场战争，他没有详细的预见，但是感觉不会是一场简单的边境之战。然而这种变暖的症状呢，现在正在发生，而不是像气象专家认为的那样变暖，因为它是急剧上升的。只要全球气温上升的如此剧烈呢，格陵兰岛和南极将有大量的冰融化，那海洋的环流就会变得脆弱，所以就变成了冷却效应，像闪电一样快，这样就会有一个新的冰河时代的诞生。届时呢，美国的黄石火山也有可能开始喷发。如果喷发的话呢，以至于火山太大，熔岩烟呢将会向四面八方扩散会远达1600公里。世界各地呢会遭受很大的灾难，因为火山的废气会把太阳盖住再加上海洋环流停止的症状，已经刺激了全球降温的形成，所以新冰河时代就正式来临。朱斯里诺就说如果人类还保持今天的状态从2024年到2043年呢，将会经历整整多年的恐惧噩梦。灾难发生前的早期症状就是全世界的天空呢将会被乌云覆盖。朱斯里诺呢总是对未来的世界可能发生的灾难呢感同身受，包括天气变化以及战争的爆发、灾难等等。所以朱斯里诺就渴望到2024年年底呢，世界意识将会发生重大的转变，局势的严重性呢是如此的紧迫。如果我们人类仍然保持着顽固、冷漠、麻木，朱斯里诺就警告人类呢，黑暗预言的未来呢就会持续发生，因为它会不断的出现在他的梦中我们必须意识到每个人要从自我出发。虽然一个人的能量很弱，但是我们可以影响几百万甚至是上千万的人决定一种可以形成巨大的力量来改变未来的大灾难朱斯里诺就说，很多的预言预测呢都是根据现实的情况出发的，不能说所有的预言都会成立，但起码呢带有一定的远见性只能说他对全球局势的未来的变化发表了一个自己独特的见解。我们只能站在客观的角度来拓展一下知识，而不能盲目的崇拜或者是相信因为我们的未来是我们自己的挑战。通过信念、团结、良好的态度和行动呢，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充满欢乐、幸福和光明的新世界哦啦啦，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内容哦。